大家好，首先就上期关于中国管制稀有金属出口的表述说明下，在上期节目的开头我就说了是稀有金属，但随后也说了是稀土，所以很多网友帮我指正了，在此呢非常感谢大家。我还是大概知道稀有金属与稀土的区别的，但我的表述给各位造成了困扰，在此先给大家道歉啊。当时我的本意是希望中国也对稀土的出口进行有效管制，甚至禁止出口。这种关系到国家安全或国家利益的事情，不能让私人公司自己去弄，这样只会形成恶性竞争，互相压价，最后是外国得利。而中国不仅没有赚到什么钱，反而消耗了宝贵资源，同时环境被污染，相关人员的健康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我觉得应该由国务院一个特定机构统一管控此类资源的出口。就是因为中国卖的太便宜了，其他国家觉得他们自己不值得开采，不值得提炼。好，说完这个话题，那我们现在进入今天的话题。虽然耶伦今天也就是7月6号刚访华，有时差的德国媒体还是对此进行了报道。其实我对缓和中美两国关系根本不抱任何乐观心态，正相反，美国的老人政治以及深层政府的乱象注定了不可能有统一的对华政策。可以肯定的是，遏制中国的方向肯定不会变。在美国国债越来越不受欢迎的情况下，我希望中国别再做什么冤大头了，宁可少赚一点，也不要再帮敌人。实际上，他们一直把中国当敌人来对待。你今天拉他一把救了他，明天他反咬你一口，这就是他们的本性。而且本来是来乞讨的，却摆出一副咄咄逼人的恶心样，令人作呕。所以我觉得中国人呢，在美国面前不要再做什么好人了，拿着多余的美元到发展中国家多买些资源运回国囤着吧，留着日后用。好，现在我们来看看德国国家媒体德国国家电视1台是如何报道的。美国财长在中国，耶伦希望修补关系。从出口限制到美国总统拜登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比作独裁者，中美之间的关系目前极度紧张。在此情况下，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前往北京。观察家们认为，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美国，耶伦访华是个积极的信号。尽管美国总统拜登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比作独裁者，尽管有新的贸易限制，但美国财长的访华还是成行了。在北京，耶伦很可能被认为是美国政府中并不太热衷于对抗的代表。中美之间的合作，事实上，美国财政部长6月份在巴黎重申了他的声明，即世界上最大的2个经济体可以而且必须在全球问题上合作，这无疑促成了这一点。今年早些时候，该美国财政部长也表示，世界上最大的2个经济体有责任在全球问题上共同努力。根据耶伦的说法，这方面是可以做到的，也是世界对他们的期望。耶伦要在中国举行为期4天的会谈，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6月访问北京之后，这又是一次稳定2个超级大国之间极其恶劣的关系的尝试。紧绷的关系，争执点很多，中国侵犯人权，中国与俄罗斯的友谊，共产党政府对台湾的威胁，以及美国对微芯片的限制。华盛顿政府正试图阻止中国获得高性能半导体，美国担心中国可能将它们用于军事，因此某些芯片和能够生产它们的机器可能不再被允许出口到中国。德国知识说明，这里说的生产微芯片的机器很可能是指阿斯麦的光刻机。好，我们继续往下。该国共产党的国家和党的领导层被激怒了，就在几天前对2种对全球高科技生产至关重要的材料实行了出口管制。从下个月开始，从全球最大的镓和锗生产国中国出口这2种金属将需要特别许可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周二声称，对这2种商品的出口管制是非歧视性的，没有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对美国的限制而采取的对策。但观察家们清楚地看到，出口管制是对美国限制措施的一种反制。在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报纸《中国日报》上，中国前贸易部副部长魏建国称，这些措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首次严打。如果对中国高科技领域的限制继续下去，反制措施将升级。好了，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读者评论。
赶快对中国产品提高关税吧，为了环境，我们也应该这样做。如果中国随后向世贸组织投诉，其他不侵犯人权的国家可以建立一个替代组织。下一位，缓解紧张局势，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访华，山羊被媒体装扮成园丁，美国和欧盟的政权故意用制裁和战争威胁来制造紧张局势，因为他们没有别的办法来对抗中国的经济实力。下一位，这次访问是否也与美国政府扩大债务上限有关？毕竟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外国债权人。下一位，缓解紧张局势的作用就这么点啊！哈哈哈哈。下一位，耶伦访华，拜登就可以在他回来后继续砸烂中美关系。好的，朋友们，从读者评论来看，外界似乎不看好此次耶伦的访华。同时，德国电视一台官网还刊登了一条颠倒黑白的所谓分析文章：贸易争端升级，中国秀肌肉。中国知道哪里可以戳到痛处，在与美国的贸易争端中制定的稀有金属出口管制很容易扩大，这让西方感到很紧张。卫健国的评论再明确不过了。中国前商务部副部长周三对清政府的《中国日报》说，刚刚宣布的对芯片生产的某些原材料的出口管制是一个深思熟虑的沉重打击，这只是一个开始。他是北京政府的一个有影响力的顾问，如果对中国高科技行业的限制继续下去，反制措施将升级。卫健国威胁说。与此同时，中国国有报纸《环球时报》发表社论，赞扬对锗和镓的出口管制是可行的办法。他们向美国及其盟友表明，将中国排除在先进技术之外的努力是打错了算盘。这对今天美国财长耶伦访华来说是个沉重的包袱。专家们认为，正在酝酿一场新的贸易战，这显然是为了向美国总统拜登的政府发出一个并不隐晦的信息，即中国在半导体、航空航天和汽车行业的初级产品方面有一手好牌，而且越来越愿意让美国公司感受到痛苦。这是某咨询公司的一位中国专家说的。而投资银行杰富瑞的专家说，美中紧张关系迅速升级的风险不容小觑。冲突升级的可能性，有足够的冲突可能性来导致一场全面的贸易战，即使是在地缘政治日益疏远的情况下。首先，美国最近限制了高性能芯片及其生产机器的出口，其目的几乎不加掩饰，就是要让中国及其军队与当前的人工智能 AI 趋势脱节。此外，出于安全考虑，西方政府正在敦促电信公司不要在其移动网络中使用华为等中国制造商的设备。计划从8月份开始的原材料管制，并不是中国的第一个报复性措施。今年5月，中国政府禁止某些公司和组织使用美国制造商美光公司生产的芯片。即使迄今为止宣布的限制措施还没有给西方制造商带来无法解决的问题，但很明显，进步的升级，特别是对其他轻金属和稀土将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因此，西方国家正在密切关注这一事态的发展。危险的依赖性。多年来，中国在自己已经拥有丰富资源的情况下，一直在确保全球稀有金属的产能。这一战略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在那里中国也占了上风，因为勘探项目会较少考虑环境和社会标准。在西方也已经讨论了多年由此产生的依赖性，但到目前为止几乎什么都没做。今年3月底，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警告说，欧盟 97% 的锂及电动汽车电池不可或缺的成分是从中国获得的。目前德国 92% 的稀土依赖从中国进口，用于制造高科技部件，例如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现在联邦经济部国务秘书 Franziska Brandner 解释说，我们正在努力确保关键和战略原材料的长期供应，并减少有问题的依赖性。成本激增令人担心，成本激增令人担忧。即使欧洲的个别生产国和制造商将即将到来的管制视为机会，中国的有效出口管制将给西方经济带来严重问题。现在人们越来越多地讨论替代问题，这通常是可能的，但通常是以大幅提高成本或降低性能为代价。
如果企业改用其他原材料供应商，而这些供应商的价格并不低，而且往往产量较低，这就增加了采购成本。同时，一些进口商对外交政策目标持怀疑态度，例如德国工程联合会要求协议不应附加环境、气候和人权等非贸易条款，否则越来越少的国家会愿意与欧盟签署协议。用规代替折，在某些情况下，原材料本身也可以用其他材料代替，尽管这往往会带来不理想的性能损失。以锗为例，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资料，这种半导体金属可以部分的被硅取代。对于红外设备，硒化锌是一个可能的替代品，然而这通常会导致性能降低。无论中国进口的替代品从哪里找到，它都可能与更高的成本相关，类似于俄罗斯原材料供应的情况，这可能会导致新的通货膨胀。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这将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接着我们看看读者及观众评论。在双方都秀肌肉之前，也许可以坐下来谈一谈合作，实现互利，不是吗？这将是更明智的。这种霸权主义的冲突，美国和西方对中国是不明智的，对世界是极其危险的。下一位，再次表明我们需要更加独立于中国。下一位，中国比世界其他国家更擅长无视人民、环境，这就是它的全球侵略性帝国主义的方式。下一位，人们常说有付出就有回报，所以如果对中国采取和平政策，他们也会保持和平和礼貌。下一位，那又怎样？中国有这样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下一位，这位网友对文章中的这句话发表自己的看法：与西方国家的贸易争端，中国如何秀肌肉？他是这么说的，应该更正为中国如何应对美国和欧盟以制裁和战争威胁的不断攻击。下一位，先是中国给世界带来了病毒，现在又来这个，是时候公开的不赞成的对抗在欧洲的中国游客和商人了，并取消免税。下一位，为什么西方总是认为中国依赖我们？我们和我们的生活方式的依赖性要大1000倍，而且这点不会很快改变。如果俄罗斯停止供应粮食，中国停止供应某些商品，我们这里就会马上歇菜。下一位，西方国家不是威胁过中国吗？贝尔伯克不是几乎再次宣战了吗？这次是经济战吗？作为一个出口国，我们不应该到处大嘴巴到极端的程度，用自己的道德来霸凌全世界。下一位，怎么能说中国人秀肌肉呢？如果美国和欧洲没有出于经济、战略和地缘政治的原因，单方面施加贸易限制，中国就不会有这种反弹。下一位，这篇报道简直太无耻了，明显在颠倒黑白，受害者变成了加害者。是美国开始搞这些限制，他们试图打趴华为，现在突然间中国人倒成了坏人了。下一位，中国一直在警告大家的耐心都是有限度的，许多地缘政治专家早就确信中国会有这种反应。下一位，西方不是试图在全世界秀肌肉吗？下一位，贸易争端等等等等，美国先挑起的，中国在反击，但撒谎的媒体不允许说任何反对母国的话。德国知识点评，这里的母国是指美国。下一位，是西方国家一心想要对抗。好了，朋友们，评论就那么多，不过这也足够了。可以说，虽然文章本身对中国满满的敌意与仇恨，但评论区可以说几乎一边倒的站在中国这边。看来啊，对于西方的霸权与无耻，德国人自己也看不下去了。他们的德国国家媒体德国电视一台，他们自己都说他们的德国国家媒体德国电视一台是撒谎媒体。确实是啊，气人的是强迫我们这些在德国的公民付费来向我们又撒谎，你们说是不是气人呢？